今天我们的话题，大家都认为薄熙来比习近平厉害得多。如果中国有薄熙来执政，而不是习近平，那么中国将不会是现在这个百业凋敝的样子。今天就让我们从客观的角度一起来探索一下。上一集我们从薄熙来的重庆打黑看到他的铁腕手段，但无论他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手段，薄熙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经济。就这一点来说，薄熙来在执政能力方面应该比习近平高明。因为薄熙来比较务实，不像中共官员那么模糊和空泛，更关键的是薄熙来言而有信，更不像习近平在2019年跟川普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的临时变卦，不但使中美持续数月的谈判前功尽弃，还导致了后来的贸易战。 First blood。 而在商务和贸易问题上，国际上也都更愿意找薄熙来这样的官员。曾经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访华，向薄熙来告知中国经商手续繁琐，薄熙来当场为他解决。除此之外，薄熙来在外交上也比较进退有度。薄熙来也曾向美国提出贸易不对等的问题，也制定过国有产业的保护政策，但不同于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而引发的脱钩待遇，国际上并没有指责薄熙来贸易保护，也没有说薄熙来是民粹主义者。 Double kill。 而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后，他首先提出的唱红打黑，这符合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这也导致了后来习近平效仿他的扫黑除恶。其实更确切一点，习近平搞的是唱西扫黑，习近平妄图从做得更好这一点上覆盖住薄熙来的光芒，同时人为地拔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他忘记了一点，他没有薄熙来的能力，打黑他 hold 不住，扫黑他更是做不到。而且黑真的扫掉了吗？黑仍然存在，只不过是以红的形式存在。 Triple kill。 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体制外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这个理念，但是对于现在的体制内，这个新发展理念可是如雷贯耳。这个如雷贯耳可不是这个所谓的新发展理念有多么先进，而是因为单位内会经常抽查，看体制内的你会不会背，不会背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这5个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5个理念，这不就是薄熙来2007年提出的5个重庆的翻版吗？区别在于薄熙来的5个重庆更加注重民生，而习近平更在乎他自己，抄袭他都只抄有利于自己的。这也导致到现在，我们作为体制外的很多人听说过薄熙来的5个重庆，但鲜有人知道习近平的5个理念。在薄熙来主政的城市，无论在行政方式、福利政策还是在市政建设上，都带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甚至就连社会风气都会和其他中国城市不同，而这也让他的风格自成一派。正如薄熙来在商务部2007年的演讲中说，很多工作需要创新的思维，而创新是有风险的。薄熙来很有创新精神，比如他对大连和重庆的规划就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市定位通常很固化，很难转型成功，但他不仅在大连扭转了工业经济的路线，还在重庆主导了一场消费型经济的改革。此外，薄熙来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和超前意识，因为纵观中国这30年，他的规划几乎都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他在大连时曾力推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但在重庆时则提出要改善分配。在2012年两会中他说，穷人无法消费，而富人消费又是有一定限度，这不利于经济总体的增长。在拉动经济的3驾马车中，中国的投资出口已经相当高，剩下就是要提高消费水平。薄熙来观察到，中国已经从贸易开放步入到需求结构调整的阶段。他说，中国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只有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才能增加人的积极性，且政府维稳的成本
都会大大降低。这反映出薄熙来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直觉，而这也让他比极权主义者习近平更为不受束缚。我们知道，集权体制是一个不善创新的制度，常常依赖于既有的产业政策，让经济滞留于一种循环，而这往往造成产业的过度集中，就像曾经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这个支柱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下遭到重创，但政府投入4万亿货币，很快又将国家拉回到不动产投资的热潮。通常来说，官僚化的政府会像吸毒一样迷恋一个产业，因为变革会为它带来诸多不适。所以中央一直宣称要刺激消费，改变经济结构，但无人先行。薄熙来可能是唯一对此实践的官员。当整个国家都打算在房地产上走更远的时候，他却打算跳出这种模式。在重庆打黑后，他就开始对社会福利做根基式的改革，除了对民生的财政支付外，他还大举推广公租房。而与此配套的是，他实行了宽松的户籍政策，让外来务工者和农民也可以入籍城市。这是具有颠覆性的一项举措，对推动社会福利具有深层意义。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公租房，但因为政府是商品房的庄家，所以对公租房的申请卡扣很严。但薄熙来的政策在本质上不同，它具有公正的执行标准。此外，户籍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政治工具，它固化着人们的阶层，同时决定他们的居民权利。而这也是商品房最大的附加价值，是政府逼迫人们在城市购房的主要手段。但薄熙来具有先行者的勇气，他是党内第一个以开放性政策去推行城市化的官员。无论以公租房平抑房价，还是向大众开放户籍，都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政策。而与此同时，薄熙来也在重庆完善着一个商业社会所应有的规则机制。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顾忌，如劳资纠纷和商业欺诈，进行了强力整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蔚然成风的工程烂尾和转包，也出现了罕有的工头不拖欠薪资现象。此外，薄熙来的维稳意识不同于传统，他不许官员以势逼人，对民间的管制也比较宽松，城市里甚至容许商贩小推车和地摊。至少在社民事务上，重庆显得很有法治。而与此相对的是，全国此时都在整顿市容，追赶摊贩，更换统一的招牌。薄熙来可以说是邓小平之后经济见解最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较追求市场的自由，而这是发达经济体所必备的要素。他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内需支撑，因此在政策上要普惠底层。不过一直有人就重庆的政策指责薄熙来，认为他执政期间大肆举债，实则是慷他人之慨。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庞大的财政透支，会留下让未来不胜负荷的债务。但其实在这一点上攻击重庆，更像是在攻击整个中国。因为每座城市都在拼命举债和透支，都在向未来借贷。中国一直奉行粗放的凯恩斯主义，大多数省份早已无法填补他们的债务。就算走到美国和日本，政府所做的也是大肆发钞和举债。而且就在薄熙来倒台的几年间，中国的货币发行猛然超越了前几十年的总和，债务累积也达到了 GDP 增速的2倍。今日这种扩张规模，估计10个薄熙来都望尘莫及。反而相比之下，他的资本投放更有规划，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用债务去推高资产泡沫。他确实改变了大连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重庆的民生和环境。在薄熙来执政的20-30年间，民间从来就不乏对他的追捧。曾有一些女人表示过，她们希望嫁给薄熙来这样的人，因为他仪表堂堂，又富有涵养，几乎是理想的男人标准。这可以说是中共官员得到的最高赞誉。薄熙来最显眼之处就是打破了老套的官僚印象，
比较那些挺着肚腹、背负双手的官员，他显得身姿挺拔，神采奕奕，所过之处让人如沐春风。同时，薄熙来还展现了他中西合璧的特长，将东方儒家翩翩君子的气质和西方文化下的绅士风度结合于一身。他通晓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练达，也知道人们一直在幻想集权制度下的明君明主。他和毛泽东一样，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意领袖。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政治中萃取魅力型领袖的精髓，对民众展露出活跃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正如一个出色的西方政客那样，薄熙来能言善道且善于周旋。他的一大特色是能脱稿演讲。当那些书记干部在讲台上逐字逐句地念八股文时，他却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其从容流畅的姿态让整个体制都望尘莫及。他的声线像一个电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充满情绪渲染力。在一次大学生的交流讲座中，薄熙来以训喻的口吻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轻歌曼舞，这样没出息，人活着就应该豪迈。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因为他本是个豪迈之人，从不畏首畏尾。在这场谈话中，他像一个指点江山的领袖。他讲到农村和基层，再从而转到国情，随后又从国情提及就业和商业社会的本质，最后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总结，形成一篇饱含主旋律的讲义。这时的薄熙来俨然是一位大学讲师，对学子们进行着谆谆教诲。事后，大学生对他的评价是高屋建瓴。薄熙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能力，就是能在公共场合创造一种政治立场和个人魅力的融合。他可以在交流中维持谈话主题，但又不会显得僵化和陈腐。他思维敏捷且言辞幽默，无论在大连接见外国商团，还是在重庆接见台海基金会，都能与众人谈笑风生。外界很喜欢这个举止得体、没有官僚做派的领导人。同时，他知识面丰富，对各种文化领域都有所涉猎。他身上充满了话题性，一度是国内外媒体的宠，被誉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不但有中国人喜欢他，西方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政客形象。台湾把他称为大陆马英九，西方把他称为中国的肯尼迪。在商务部时期，薄熙来获得了魅力部长的称号。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的中国魅力50人排行中，薄位列榜首。不过魅力这个词和中国拘谨刻板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官员们个人特质尚且不健全，更难以奢谈魅力。但封建文化又一直存在对个人魅力的推崇，因为这是领袖让自己获得拥护的重要特质。它通常出现在一个变革者或开拓家身上。实际自中国建政以来，严格意义上的魅力型领袖就只有毛泽东一人。但在新时代崛起的薄熙来符合人们对魅力领袖的幻想。他以出众的个人天赋及自我学习，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魅力特质，并成功把这些特质内化于自身。同时，薄熙来成熟和务实的执政方式也佐助了他的形象。他的每一个宣传背后都有政绩作为支撑。在中国官僚系统长期的形式主义下，这一点尤其让他身负民望。其实薄熙来的这种特质更像西方政治的舶来品，但他显然是党内运用的最成功的一个。西方政治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会刻意展现真实的人性色彩，让人感受他作为普通人而不是高官的身份。而薄熙来也是如此，他不避讳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将其视为一种宣传。在2007年商务部的告别会上，他和家人并列向全体成员致辞。期间，他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妻子和岳母，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世，而岳母就是家中唯一的高堂。在告别会最后，他和所有人一起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此后携妻子鞠躬致谢，在临行上车前，他再度拥抱了家人。
这场告别会并不太官方化，而更像一个真实人生的环节。无论这出画面是表演还是真情流露，都让人感受挚切。所以当薄熙来在济南受审时，民众更多对他表示宽容。人们认为他被指控贪污2000万，甚至还不如一个村长，而这更显得他是一个清官。虽然中国官场人人都贪，但政府在道义上还是要指责。然而在贪腐后还能被包容的，却唯有薄熙来一人。他证明了个人魅力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权力的影响更大，以至于在他倒台近10年后，这种影响还在持续。其实薄熙来所展现的魅力和他的群众路线是一种逆潮流现象。通常来说，政治的见机立业者才会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一旦国家政权开始巩固，阶层便会分化，官民之间会转变为豺狼和羊群的统治关系。然而薄熙来所塑造的形象一反常态，他以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兼容，成为了一个政治时代的先行者。在社民事务上，他创造了民主和人权的样板，尽管不如西方政治那般明朗，但也足以让中国人大喜过望。他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经营政治形象，以扩建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这让薄熙来在无数共产党官员中脱颖而出。因为大部分官员无法像他那般领悟西方文化，也没有那种素质去走同样的路线。而且他不仅谙熟民情，对驾驭舆论亦炉火纯青。他从不浪费自己的每一笔政绩，总是在做出成绩后让媒体去造势和捧场。但从本质上来说，薄熙来并非一个心系苍生的人，他在主政思路和江泽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个彻底的官本位者。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薄的权谋就是实用主义为先，可以在民主性和官本位中任意切换，以让自己在变换的环境中乘势而上。这种政治两面性体现在他唱红打黑的全部过程中。打黑运动的主旨是为了整肃社会风气，但也带有粗放和野蛮的色彩。薄熙来发挥了一个警察国家的特色，任用以王立军为首的酷吏，大肆使用刑讯逼供和非法拘押，而这往往导致司法机关以涉黑名义去勾连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犯罪者，并让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兼并被官方定义的灰色资本。这一点在后来被习近平所大力发扬。而与打黑相并举的唱红，曾一改薄熙来进步和开明的印象，给他带来很多诟病。人们看到他宣扬毛语录，组织唱红歌，甚至鼓励学生按上山下乡的方式去农村体察，因此认为他思想中有很强的红色流毒，是个左倾政治家，会让中国向文革复辟。不过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复辟，因为很多政治家都喜欢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从而提升政治话语权。但唱红并不代表薄熙来左倾，正如不能因为他在大连搞开放就认为是右倾。左右不过是政治工具，实际上薄熙来唱红，包括后来习近平的红色作风，都建立于一个无形的政治背景，而这个政治背景早在胡锦涛时代就成型了。大概10几年前，共产党高层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伴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正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2010年前后，这种影响变得越发显著，以致部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一些人提出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并呼吁政治改良，甚至在媒体中都出现了自由化的风气。而恰恰在此时，遥远的西方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有一位公民在遭遇社会性困境之后，又遭受到政府的苛刻对待，他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焚殒命的方式抗议。这个事件引发了大众的同情，也点燃了他们的怒火，人民奋起游行，最后而推翻了政府，并赶走了独裁者。这次事件由突尼斯的国花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但这场革命并没有只系于突尼斯，而是在北非和中东蔓延，
并最终成为了传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阿拉伯之春掀起了人民反对专制政权的浪潮，就在1-2年间有几十个国家出现群众运动，很多国家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政府被改组，而这个运动还在从阿拉伯向外扩散。在2011年初，安静的中国出现了一丝敏感的征兆，有人在网络中号召民众效法阿拉伯民主的模式，在闹市中集会并呼吁宪政改革。这个风声让政府异常紧张，立刻出动警察和国安在全国进行搜捕。但网络的倡议并没有发动起来，而更像一场捕风捉影的事件。不过民主化永远是中共政权上方盘绕的阴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政府如临大敌。且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90年代颜色革命的延续，有东欧政变的血脉，它和89年的学潮具有同样的基础，人民不满政治腐败、贫富差距以及言论自由被剥夺。中国政府经历过颜色革命的威胁，因此十分敏感。在胡锦涛执政后期，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控，尤其是对互联网和媒体的控制。阿拉伯的运动使中国政党内部产生了警惕，并形成了遏制民主自由化的意见。继胡锦涛之后，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都要将其作为政策重心，因为他们都是这条政治脉络上的节点。薄熙来并不是一个左倾政治家，而是一个敏锐的投机者，会根据时代气候而切换执政作风。他在大连是开放的90年代，而到了重庆已时过境迁。只是大众一厢情愿地把政治家设想得很迂腐，认为他们非左即右，同时出于这种单纯的解构，把薄熙来孤立于他所属的政党。实际上政治家绝不会把权谋当作信仰，薄熙来一直在左右之间摆弄着权术。只是重庆这座边缘化的直辖市给了他更大的行政支配力，重庆的劳工阶层较多，不会像商业中心城市那样对政治运动产生抵触。同时从个性上来说，薄熙来不喜欢屈居人下，他喜欢讲政治排场，唱红和他所有的活动一样，都带有高调和铺张的特色。但在这场运动之下，薄熙来的脑子却没有像大众那样发热，他清楚政治博弈和经济制度要并行不悖。他一方面强调红色文化，宣称马克思主义能创造生产力，一方面仍然奉行着市场化机制。这种调和的作风也受到了体制内文人的推崇，他们把薄视为政党利益的维护者，认为他既能改善经济环境，又能坚守一党制的底线。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让党的基业万古长青。西方再没有理由质疑共产主义是虚幻的乌托邦。所以对那些唱红打黑的批评之声，薄的支持者至今都在反驳。他们声称很多党员都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唯有薄熙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